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晚间出现一定的转机，这个转机的发生呢，是在我们预判当中的。这轮行情我们判断出最关键的点位就是在34000点。这个点位呢，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出现4次的等位置波峰之后，在34000点位置处发生突破，并且呢，行情当中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做了1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做对称。也就是说涨跌互相对称，时间级别相等的下跌在行情当中出现。那么这里的下跌呢，也是因为美国有继续加息的一个预期，同时呢，鲍威尔不断的讲话放出利空，导致了美股的这轮下跌行情。但下跌过程当中，我们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就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因此呢，在日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出现的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小时线级别，就可以看到从34030点，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的关键性点位34000点附近出现了一轮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同时呢，还有个利好，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A 股市场也出现了上证指数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是在昨天它有印花税减半之后高开暴跌先是急跌在这缓跌，最后尾盘略微收涨之后的一个上行动作。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出现了一个联动，美股联动了上证指数，走出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游。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还没有发现比特币有一个上涨动作但是呢，我们认为25000美金我们把比特币切到 Binance 平台。这里我画的线还是比较多的切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5000美金是本轮行情当中最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23年2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构成了一个水平线的支撑，同时呢，也是4到6月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经过焦点之后在当前位置250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这个位置发动过一定的上涨，高点在31804出现，并且这轮行情是6月份的行情当中涨幅最大的，涨了28%左右。然后这波涨幅被最近的下跌吞没，也就是说上涨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被下跌回补了。回补之后呢，最近一段行情连续2周做横盘震荡，做了一个低位的横盘震荡，超级主力在这个位置上在辨别方向。那么我们就认为25000美金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重要支撑线所形成的一个关键位置。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更微观的4小时级别，最近一轮行情几乎都是一个新店，只有一波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的反弹。那么横盘震荡它会形成一个更微观视角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里边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画出来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目前刚好围绕在26500到25500这样的区间做横盘震荡。那么就目前来看，已经通过最危险的8月28日，也就是昨天晚间的焦点位附近。那么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分前后的，在近焦点前后的这个区域上焦点位前后的这个区域上就叫近焦点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我们认为25000美金不跌破的话，这轮行情容易出现什么样的结构呢？容易出现继续从多头方向上回补8月17日暴跌行情的一个筹码空缺。所以呢，目前的机会是在25000美金回补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行情。回补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有一个波峰连线，下方是一个波谷连线，最终呢构成收敛三角形的震荡之后再做出方向性的选择。那么在更大的一个时间周期上周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6月19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呢前一轮行情8月14日这周这个悟空阴线将悟空阳线斩杀掉了，因此当前盘面上没有非常明显的确定性的涨跌方向标志性的 K 线做出让我们做出判断。所以呢，我们要在震荡过程当中，因为行情比特币的行情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震荡的，因此呢，我们要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耐心等待比特币方向的选择。那么外围市场已经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好，上证指数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昨天晚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游。那么他们的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呢，如果能够
成长为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也就是说，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剑阳线已经出现了，上方可能会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道指重新回归牛市行情，重新开始上涨的话，那么比特币是有一定多头机会的。我们可以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里形成一个收敛结构之后，我们画出来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这个区域上发动了下跌行情，在44000点找到支撑之后，是有机会回弹到35000点的。那么这样的机会将为比特币的多头提供外围市场的一个支援所以呢，目前来看，比特币的多头是有希望的。不要看今天还有一些回踩动作，这里的回踩动作呢，跌的微乎其微。我们看到最大的涨跌幅度是150点0.58%，也就是5.8%是非常微弱的下跌。那么在结构上，我们仍然认为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内部的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完成之后，只要不跌破25000点，比特币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到达28000点的。那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很多币种出现了一个暴跌包括以太坊，包括 BNB 这些币种的下跌呢，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比如说以太坊，它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下跌，BNB 呢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所以呢这几个币种主流币出现了领跌。那么次主流包括大多数山寨往往在这轮行情当中被错杀了。被错杀之后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要看的是强势币种在弱势行情当中看强势币种，往往能把握它很好的趋势。比如说我们昨天晚盘解读的 AKRO， 我们当时就说了它是这轮行情当中表现最强的山寨币，别的山寨币呢都在暴跌，只有它继续上行，出现了一个多头信号。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50均线、10均线上扬了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出现了非常强烈的一个上涨趋势。那么本轮行情它正在走的是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周线级别走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那么本周是它的一个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根据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耐心等待它回踩0.016附近之后才可以进场，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进场时机。那么下周如果 AKRO 做回踩动作如果能够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回踩动作那么在4小时级别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位置。昨天我们也给出了一定的提示昨天我们就说了4小时级别它回踩了169均线之后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位置。建第一个仓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大一些，调到日线级别如果4小时级别继续回踩的话，我们第2个仓位要耐心等待它日线级别回踩到169均线附近，才可以补第2个仓位。总而言之呢，对于 AKRO 我是对它表示一个乐观的看法，因为这轮行情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表现。同时还有强势币种是我们今天多空数据，我们做的实时多空数据出现了2个币种。首先就是 TRB 最近几个交易日 TRB 反复出现，所以呢 TRB 也进入到我们可进场的一个观察池当中。那么 TRB 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平台币我们在 DEX 交易所当中可以看到Uniswap 里面就有这个TRB 所以呢，对于 TRB 来说，我们看到它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出现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就具备了一个多头突破的一个特征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 TRB 的走势。那在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呢？量价齐升上方就有八戒阳线，周线级别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对于 TRB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 AKRO 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